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真的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年龄大的一些老人来说，你的腿脚啊，如果要好的话，你去哪里啊，根本啊就不求人。咱们说腿脚啊，从两个角度来谈。第一个啊，是从健康，腿脚啊是力量之根，气血之源。你的腿脚好的话呢，你的循环代谢就好，循环代谢好呢，你身体啊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强壮。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生活，这里啊很多人啊都没有去想到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他的腿脚不好，那去哪里啊？去办个事啊，去医院去拿个药啊，去跑个腿啊，都得去求着人。就看别人的脸色。那么如果自己腿脚好了，你去哪里啊？你不用问别人，自己啊直接就能去了。所以呢，我的师傅啊就跟我讲了说，老了以后啊哪里差，有点小问题啊，没有关系，你的腿脚一定要好，因为腿脚啊是很多中老年人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他们的一个自尊。所以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但可以灵活你的髋部啊，锻炼你的腿脚，更能够行气运血啊。通过这个动作，让你身体的当中的气血啊越来越旺盛。这个动作啊来源于道家，我们称之为踏空步。那么现在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实在是太珍贵了。好了，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这个踏空步的动作啊比较简单，但是里面的细节非常重要。我来给大家一边演示啊一边讲解。首先呢，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小腹要往内收，往内收了以后呢，尽可能把我们的腿啊抬起来。你看，抬到哪呢？尽可能贴近我们的腹部，脚尖是往上勾着的。注意看我的脚尖往上勾，往前去蹬，然后脚尖下压，然后腿往后，你看。往后做了一个伸胯的动作，这个时候注意看我的脚尖啊，我的脚尖从往下压一直变成什么呢？到了后面就变成了往上勾，看我的脚尖在往上勾，然后再提腿，这个时候脚尖是勾着的。注意看我的手啊，我的手代表我的脚尖啊，脚尖的方向，你看往下压，好提，好再来，好，我们就这样做啊。做起来像什么呢？很多人说啊，这个动作做起来就像踩单车一样，但是它和单车啊可是区别非常的大。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建议做的时候啊，刚开始很多人啊平衡能力不好，我们建议啊大家扶着墙，一个手啊扶着墙。然后呢，我们这个动作拆解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动作首先是一个什么呢？往上提，提是什么？提我们内部的一个气。提收腹，然后呢脚尖上勾啊，这个时候呢就拉到我们的一个经络了，往下走，脚尖下压，好回，再来回啊。你练多了以后，你的这个下盘啊会非常的稳啊，它可以灵活到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脚踝，你看3个点都在运动。同时呢，通过来回勾脚尖，去把我们的气血啊运行的更好，把里面一些不好的杂质啊给它代谢走。所以呢，你做这个动作啊，看起来我做起来可能挺简单的，但是你如果去做，我建议大家扶着墙，然后把这个动作啊按照我们的步骤啊慢慢的来啊，先抬我们的腿。然后收腹，脚尖往上勾，然后往前蹬，脚尖下压，腿往后伸，脚尖勾，好，再来提腿，再来啊！你按照这个步骤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真的是非常的有亮点啊！你做完5到10个，来感受一下你腿上的感觉。当然了，你做完以后，你可以2个腿啊随便活动一下啊。我就告诉你，你做完了，比如说我现在做完了右腿，我左腿没做，对吧？那我的右腿啊动起来的时候，会明显的感觉啊轻盈很多啊。你们做完如果有同样的感受的话，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讲一下自己的感受。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分享给大家，大家记住了啊，这个动作我们左右腿啊每天各做50下。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能观看到这里。在这里啊，大伟会分享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非常好的养生动作，这些动作啊都能够真正意义上帮助我们身体啊改善。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大腿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人如果腿脚好，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啊一定是非常的强壮而且健康的，并且气血会非常的足。这一点啊特别容易体现在中老年人身上。不信啊，大家自己啊留心去观察一些身边的长寿健康的老人。这些老人啊，一般来说，他们的腿脚啊都非常的健康，走路轻巧有力，而且呢，他自己啊能自理生活。
其实腿脚啊，古人就说了啊，腿脚啊是我们的逆养之源，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人啊，如果腿脚越好，那么这个人啊一定是非常长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腿部啊，其实占据着我们身体肌肉总量的60%。我们最大的一个肌群啊，就是在腿部。同时呢，腿上面它这个血液流通程度啊也非常的发达。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腿不好，那么其实说白了，你身上60%的地方都容易出问题，那你这个人啊，身体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养生先养腿。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完全的打开我们腿脚上面的经络，让你体会到腿脚有力、健步如飞的感觉。做完以后，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每天啊打开视频就跟着我去练。好了，我们现在啊来开始讲解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经络棍。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经络棍啊，纯实木打磨而成，上面还有专门疏通经络的一个一个的小球，不仅用起来啊手感非常的好，而且啊疏通经络、活通气血啊更是非常的强大。咱们居家备上一把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把经络棍啊作为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络棍怎么去用。咱们首先啊，先要找一个小板凳或者小石墩，我现在拿这个小道具啊来代替。腿敲上去以后，我们从下往上来一个一个讲。但是这里啊，我讲个前提啊，我们所有的方向啊都是单方向的往上去推，也就是说向心的方向去推，促进我们的向回的一个代谢回流啊。我们来走，看这个用这个小球啊，你看顶住，然后把我们的小腿你看推上去啊。大家注意看啊，看来。1、2，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往上刮的时候，你看这个手腕要带着一点向回的力。你看3，看我的手腕的运动，4、5、6、7。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经络棍呢？它这个小球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腿部肌肉的疏通啊。这个小球啊，可以快速的、更深层的放松到里面的一些我们触及不到的地方啊。就这样来回的刮。大面积啊，就给你这个小腿啊，给它放松了。然后呢，我们做上20下以后，开始从下往上，以一个像拉锯一样的模式往上去推。大家注意看啊，你看不用很快，也不用很用劲。这个时候啊，你感觉就像一个锯子啊在锯你的小腿啊，但是非常舒服。其实这就是拨筋术的一种，只不过是这个棍子啊，很好的把这个小球的面积啊扩大了，让我们更好的能快速反复的把这个筋啊来回的拨动啊。你看就这样，啊，你看下到上，然后回下到上。好，我们刮上一个10到20下左右，再拉上一个10到20下，自己看这个脚底的反馈。一般来说，我们做完以后，脚底会有一些微微的发热，这个时候就好了。好了，然后第二步是从哪呢？从我们的腘窝开始往上。我们首先做的是大腿的后侧啊，看腘窝也是一样，看这个顶进去，直接顶在我们的腘窝里面，然后看身子往后1，根本不费力啊，来2。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身子一往后，手臂一拉直，自然而然腰部的力量直接把这个小棍子啊就顶在我们大腿深层的后面，根本不费力啊，这个力量就渗透进去了，非常的舒服啊。你看就这样，刮上一个10下到20下。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做大腿后侧，会感觉特别的酸，特别的胀。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啊，不会去放松我们大腿后侧。长期的久坐啊，包括不爱运动，或者说你这个腿部啊处于一个不正当的姿势，就会导致我们的大腿经络后侧啊非常的堵。这个时候呢，你去刮，很多朋友啊都会出痧。出痧叫做什么？离经之血啊，就是出痧，它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就这样去刮，把深层的这些筋结啊，你能感受到一颗一颗的小球在里面，全部给它打散了。这个时候啊，你再去走路，哇，这个腿部走起路来啊，真是健步如飞，非常的轻松。好，我们就这样去做。好，做完10下以后，依然是的，看，来回往后拉啊，像锯着一样啊，把这个筋啊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拨松，把里面的空间啊给它释放出来。就这样做个10下，好了。这个时候呢，我这条腿的整个后侧，大家可以看到都做完了。现在呢，我们就是做我们的肝经和我们的胆经啊。首先来讲一下我们的肝经，肝经怎么去做？很多朋友说你这样去做啊不太好，哎，这个动作还非常的巧妙。我来正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个手从底下啊，你看这样抓住棍子，一个手在上面啊，这样说抓。我们这样抓住棍子以后，大家看啊，优秀的地方来了啊，你看1。啊，像不像一个划船？下面一个手固定，上面手往回一拉，整个一个扇形的过来，把我们大腿内侧全部放松。啊，再来看一下慢动作2，啊，下面的手固定，
啊，以这里呢为一个定点啊，就是一个支点，这样一拉，整个力量全部作用在我们大腿的内侧啊，非常的省劲，根本不需要用力啊。3、4、5啊，如果你感觉啊刮的地方太靠前了，我们可以把下面的手啊往后移一点，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后侧也刮了啊，大腿的内侧给它全部刮开啊。很少有人啊去注重大腿的内侧。我告诉大家，一个人腿脚有没有力，就是看你大腿的内侧，大腿的内侧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养我们的肝气之血，包括其中穿行着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颈动脉啊，非常重要。所以大腿的内侧一定要把它刮开。很多人刮这个动作受不了，太疼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只要经常去刮一刮，这个感觉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啊。我们就这样啊去刮，大家看这个动作啊，就这个频率去刮上一个20下到30下，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外侧，外侧也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腿啊可以做2个动作，就是说把腿啊微微向内撇一点啊，你看这个腿向内撇一点，然后直接你看压下去，手臂往下一压，轻轻往上一带，就把我们的大腿外侧给它刮了。顺带着啊刮上一个20下，这个比较简单，就不多讲了。刮个20下到30下，把正面你看一起带着刮，啊，没有刮到的地方就这样一起带着刮，这个顺序就这样。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总体讲一下顺序啊，小腿往上，然后呢大腿后侧往上，每个过程都要配合拉一拉，然后呢就是内侧啊，然后就外侧，最后就是正面。啊，全部做完，你这个腿的95%的经络全部给打开了，啊，然后还有5%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脚底啊。然后我们做完以后啊，就活动一下你的腿，哇，你这个腿真的是太轻松了。有些朋友说那是5%，我也想打开，怎么办呢？脚底更简单了，你把这个棍子啊，这个朝上啊，小球朝上，脚直接就是踩上去啊，来回的动一动就行了。这个脚底啊，最深层的经络也能打开。所以这个棍子啊，它的用法非常多，不仅仅啊局限于啊打开我们腿部的经络，日常当中啊，你看我们疏通我们的腰部，啊，打开我们的一个肩颈，是不是？看，打开我们的肩颈，这样去刮，啊，都可以用到。但是这里呢，我们不详细的去讲，后面我们会单独的出视频，怎么样把这个经络棍的用法发挥到极致，教大家快速的打开全身的经络，而且这个做完了以后，感觉真的非常好。这里强调一下啊，我们左腿做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右腿也去做啊，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步骤啊。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古人云啊，筋长1寸，寿延10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古人如何得出来的结论？难道他每个人都量一下筋，最后总结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古人非常有智慧啊，他特别愿意观察，就发现啊，但凡是长寿的老人，四肢腿脚啊都非常的灵活，同时呢，这些老人他们的手掌啊、脚底更加的红润，而手掌、脚底越红润的人呢，他们的手啊、脚啊都更加的有力气。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后得出的结论，原来啊，我们现在手和脚啊都是位于我们的末梢，手掌、脚掌越红润，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脏越强大，泵血能力越足，我们的气血通达的就更好。所以呢，才有着筋长1寸，寿延10年。这里啊，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如果更灵活，气血更好，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寿命啊更加能延年益寿。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拉筋步。这个拉筋步啊，非常的简单，动作优美，只要每天啊跟着去做，就能让我们的经络啊完全打开，四肢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好了，话也不多说，这个动作非常好，我建议大家收藏起来。同时啊，马上我开始告诉大家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啊，咱们来讲一下动作。这个拉筋步啊，分为2步，一个是手上的动作，一个是脚底的动作。分别拉的是我们整个上半身和下半身，所以呢，它里面每个细节啊都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看。我们把动作拆解开来，第一个就是大家把手跟我一样这样摆好啊，这个姿势啊非常简单，你看啊，就这样去摆好这个姿势，手掌啊朝前，5指并拢啊，把这个姿势摆好，然后呢，把它摆好以后，我们再看腿，腿是什么呢？只要去做一个箭步蹲啊，你看脚往前一迈。然后身体向下压啊，压的时候呢，你注意啊，我的后脚的脚后跟啊是不能离地的啊，不能说你身体一向下，哎，脚后跟离地了，后腿弯了啊，不行啊，一定要把后腿绷直，身体往下压，脚后跟贴地。跟着我做的这个朋友呢，就能感觉到啊，你看我身体一往下压，
大腿的内侧、前侧，包括后侧、小腿，全都把经络给拉开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奇妙之处。然后我们要配合手上的动作啊，手上的动作和脚底一起配合去完成这个动作。手往前，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你看，比如说我是右手的手指朝上方啊，然后呢，我就要迈我的左腿，大家看，把手打开啊，你看回啊，然后呢，我们再练习一个基本步，你看右腿朝前，左手手指就朝上，大家看啊，你看2啊，后面脚后跟不能离地。啊，我们手指在往上顶的时候啊，你看，你要明显的能感觉你的胸廓被拉开，同时啊，手掌上面有一阵微微酥酥的感觉啊。我们再把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走一个完整的，先把手啊摆好。现在我的是右手朝上，所以我们迈左腿，你看，来，保持住，慢慢的起来，好，转，2，好，回。我这里呢，因为我在往前走啊，可能会出了这个屏幕的一个范围了，所以呢，我只能简单的从后往前给大家演示。大家做的时候，找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场地，把这个动作啊练一练。手朝上，来看，1，动作啊不要急，慢慢做，好，转，来走，2。啊，你能感觉到你整个人啊被拉得非常的紧啊，包括我们的胸啊，包括我们的膀子啊，包括我们的腿部啊，都非常的紧。然后接着来走，啊，非常的舒服啊。再反过来转一圈，来走，啊，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啊，非常的好。这个动作啊，无形之中就把我们身上的经络啊全给拉通了，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每天走上一个30步到50步，不仅啊强壮了我们的大腿，锻炼了我们的大腿，更能够拉开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这个动作非常好，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身上经络打开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告诉更多的人，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了，我是大为，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给我点一波关注，因为在我这里会告诉大家更多的养生小知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不好的，经常感觉啊腿上面经络不通，气血不畅，而且感觉脚底啊走路没有劲的。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道家非常厉害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叫做下劲踢，非常实用也非常简单，可以快速的疏通我们腿上面的经络。做完这个动作啊，你就会很神奇的发现啊，走起路来是轻飘飘的，非常的轻松，而且有一种气血直冲脚底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把腿上的经络给打通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所以呢，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啊找不到了，那就可惜大了。好了，现在啊我们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我们先把腿啊盘起来，脚尖勾起来，快速的向下踢啊。你看，2、3、4啊。这里呢，我们把动作拆解开来，讲一下细节。你不看细节的话，你这个动作啊，永远做起来啊没有那么的好。我们首先腿一定要是什么呢？往上抬，同时啊脚尖往上勾，然后呢快速的啊吐气收小腹。把我们的腿，你看做个慢动作，旋转着往下去踢，同时脚尖下压。你看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包含着这么多的步骤。我们做的时候，刚开始练习，一定要旁边有一堵墙，用手扶着这个墙，然后快速的，你看提腿吐气啊，来2、3、4、5、6啊，快速有力的下踢。这个动作啊，不仅打开我们的经络，同时啊，在这个力量的冲击之下，促进我们的整个气血的一个循环，包括拉开我们整个膝关节的一个间隙。所以呢，如果你的膝关节啊感觉不好，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动作啊进行多次反复的练习。我们在做的时候，大家可以把手啊放在我们的髋部啊，我把裤子提一些啊，手放在髋部，然后往下轻轻的提。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手这个力量传上来的感觉，包括我们的腹部。你能感觉到这个力量的震动感啊！其实这些力量是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你的做完以后，明显的能感觉到我们的脚底啊非常的充盈。然后再走走路，发
发现这个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动作啊是练习我们腿部必备的一个好动作。现在咱们再拿左腿啊练习一下，同样的抬腿勾脚尖，吐气，腿内旋，脚尖下压啊，记住这个步骤，来走吐，啊，就这样去做。我们反复多做几次，换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演示。你看，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在往下踹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脚啊不能踹太远啊，就是说你不能往前面去踹，一定是什么呢？你要往你的下方啊，大概你往踹的点是在我们脚前一点啊，就是说往下方去踹。这样的话呢，你气血才能好好往下涌。有些朋友啊，他踢的比较高，是什么意思呢？他踢起来以后往前，你看往前，这样就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往下啊，这个方向也非常重要。好了，这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啊，下劲踢。腿脚不好的朋友们，刚开始啊一定要记住，安全非常重要啊，手扶着墙去练这个动作。慢慢的掌握了这个动作精髓了以后，我们手啊可以放开来啊，逐渐啊去练这个动作。好了，我是大伟，今天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一波，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腿啊，被誉为咱们身体当中的第二颗心脏。小腿的状态好坏，可以说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压力大不大。当我们的小腿啊气血畅通，我们的小腿啊经络舒畅，就会让我们的心脏减轻很多的压力。为什么小腿和心脏啊靠得这么远还有关联呢？其实啊原理非常简单，咱们的小腿啊肌肉非常特殊，大家可以把脚尖往下压啊，踩着地，你会发现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啊隆起一块肌肉。如果你的皮指底啊可以看到这块肌肉啊就像夹子一样，肌肉的名字呢叫做腓肠肌，它的深层啊穿过一根静脉。这根静脉啊很重要啊，就是输送我们气血回流到心脏的。那么这根静脉如果说长期你的小腿肌肉紧张啊，比如说这个肌肉紧张，就会压住这个静脉，影响到我们的气血回流。气血回流受影响了以后，心脏就会加大它的输血能力，加速它的蹦动，让我们的气血啊往下去走。同时呢，这里又堵着啊，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什么呢？你的下肢啊不通了啊，腿上啊容易有些寒气重啊，或者你的腿脚特别的重啊，走路啊就感觉特别的累。有些朋友啊稍微跑一跑、跳一跳啊，就感觉心跳加速的特别的快。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找哪里？把我们的小腿啊这里给放松。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套动作，这套动作啊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小腿经络打开，肌肉放松，同时还能通过锻炼强化我们的心脏，是一套非常宝贵的动作。你只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坚持跟着练习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小腿的经络打开了，心脏压力减轻，而且我们的身体啊会变得越来越好。好了，现在啊我们开始来讲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让身体不再堵，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强壮。这2把经络拍啊，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首先打通小腿，咱们来讲第一个动作啊，往前做一个小步的箭步蹲啊，你看腿往前迈一小步。然后呢，用我们的拍子啊，从我们的足踝上方啊，然后开始进行一个波浪形的一个敲打啊。注意这个敲打的方向非常重要啊！你往前打的是哪里啊？打的是我们的骨头，没啥用。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外侧或者内侧啊，它从2侧嘛，一个外侧一个内侧，偏后一点的位置啊，进行敲打啊。大家可以看啊，你看，慢慢往上。来看这个节奏，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舒服啊！就在这个外内啊，就这样震荡之间，反复震荡之间，是最快放松打开我们小腿经络的一个方法。小腿经络一旦打开了，小腿放松呢，我们的整个里面的气血通道就打开了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啊！你看这个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啊！用这个拍子的弹性，快速的打开我们的小腿。我左腿做完了，右腿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腿往前一迈，大家看，啊，这个节奏，啊，非常的好。从我们的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动作，清楚的看清楚这个动作的一些细节。啊，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打起来是非常的沉。为什么呢？因为用了这个经络拍啊，咱们能做到啊，就只打肉不打皮。但是用手，大家听这个声音，
这个是什么？这个叫打皮不打肉啊，它这个力量没有办法更好的渗透进去，这就意味着你用手去拍的话，可能你拍10下、20下才抵上经络拍1下。咱们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选好这个养生的一个工具，也是非常好有效啊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之一。好了，咱们小腿做完了以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小腿肚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的足跟到我们的腘窝中间这个点，咱们称之为承山啊，这个地方啊，要把它完全的打通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点怎么打通呢？非常简单啊，我们只要身子微微弯下来，拍子指到这里，腿呢是做一个内八字啊。大家看啊，脚尖朝内，要把它展现出来，然后呢去拍打，来回反复的拍打啊。拍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这个节奏非常的好。我们拍的时候啊，不用用很大的力，为什么？拍子有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手腕微微抖动，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啊做好，非常的简单，咱们只要这样做就行了。这个动作啊，我建议大家去做上一个100下左右。好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强化我们的一个心脏，提高它的泵血能力，同时还要放松我们的小腿，就一静一动之间，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更好。怎么去做呢？我们把腿抬起来，用手一绕，拍打在我们的小腿上面。在做的时候，腿要有一个往前蹬的动作啊，大家可以看，1、2、3、4、5、6、7，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50下为一组，做上一个2到3组啊。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心脏啊有微微的这种跳动加速，同时呢，你的脚底啊会有一种就发热的感觉。为什么？通过以上的这个动作，让我们这个气血通道打开了，下肢的气血循环变好了。所以这个动作啊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这3个动作啊连在一起做。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最后啊，我要提醒大家，咱们选择经络拍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2把。为什么呢？2把拍子啊，才能做到编排出更多的动作，让这个经络拍的性价比啊达到最高。而你选择1把的话呢，这个拍子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它编排不出任何的动作。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希望大家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椎不好的、坐骨神经啊反复疼痛的，我告诉大家，大部分的人啊都是由于腰部的气血不通，某一些地方啊有一些筋节啊它比较僵硬，堵着了一个点。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我们的腰部啊反复的僵硬啊、难受啊，坐骨神经啊久站久坐以后啊，就会出现腿脚啊发麻。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强大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腰椎的气血通道，同时呢，把我们腰部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筋结啊、一些堵着的点啊，快速的让它消散掉。通过这个方法打开了我们腰椎和坐骨神经的通道，你的腰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轻松。那今天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去看，跟着去做。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套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经络棍。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经络棍纯实木打磨而成，上面还有专门疏通经络的一个一个的小球，不仅用起来手感非常的好，而且疏通经络、活通气血更是非常的强大。咱们居家备上一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把经络棍作为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络棍怎么去用。首先呢，咱们双手掌心朝上握持经络棍，把经络棍的这个有小球的这一面放在我们的后背就这样放好，贴在我们的腰处，然后呢反复横着这样去拉大家可以看快速从上到下往下拉这个呢就像什么呢？给我的感觉就像锯子一样。这个小球当中的每一个点都能够充分的把我们后背一些堵着的一些气血不通的地方给它完全的疏通开来。大家看上下这样拉，横着拉所以呢这个动作叫做纵横拨经术我一会儿呢把这个动作全部演示完，你就知道这个动作的厉害之处了我们从上往下算一次，我们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做完以后会反馈这个腰部特别的轻松，而且从内而外的会有一种发热的感觉。这个热感是在更深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通过这个拨经术它快速的就化解了我们一些堵的地方，气血流通了以后呢，所以呢这个感觉它自然而然就来了
啊，我们就这样做。做完了以后，大家注意看啊，第二个动作，反手手背握着这个棍子，这样去握。你看手背握着啊，你看这样去握。握着以后呢，你看把我们的腰部啊微微的啊偏向一侧，然后往下看，1、2、3、4、5、6、7、8。然后呢，做完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拉一拉啊，把我们侧面这里啊把它拉开，从上到下。好，做上一个5遍以后，再来一样的把这个动作重复一遍啊，放在我的左侧，你看1、2，你看身子一弯，它呢就像一个刮痧棒一样。从上到下大面积的把里面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疏通，同时呢，上面这个小球啊顶着里面，顶到我们里面的深层，更好的把里面一些淤堵的地方给它打开，就这样，啊，咱们就这样去做，非常的舒服啊。很多朋友啊，他一些地方比较僵紧的，他做起来会感觉明显的有一些筋结在顶着这个球，但是随着你刮的次数多了以后啊，这个点啊慢慢它就散开来了。同时呢，散开来以后啊，你的腰部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好了，这2个动作做完了，我再给大家分享第3个动作。做第3个动作的时候，咱们需要准备一个道具啊，大家可以准备个小板凳或者小石墩都可以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腿的夹角啊要小于90度，像这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棍子啊，你看塞在我们的一个腘窝处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像把这个腿啊，把这个棍子夹住一样。然后我们反复的进行一个摩擦，用这个棍子上面的这个小球啊，在里面反复的拨筋。这个地方顶着点啊，很多人啊都熟悉，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腰背委中求啊，这里啊就是委中。啊，把这里呢气血给它活通了啊，把里面这个2个大筋啊给它解开了，你就会发现你的腰部啊、你的神经啊都会得到一个释放。那么这里呢有2个筋啊，大家可以去摸啊。第一个是内侧，你这个手啊抠进去啊，往外拨一拨；一个是外侧啊，手抠进去啊，往外拨一拨。特别是你腿啊向回发力的时候，都能摸到这2个筋。我们一定要连筋带里面的这个委中啊一起给它啊打开，就这样，反复的搓。搓上一个10到20下以后，把这个棍子啊往回刮，你看1、2，刮的时候有巧劲的啊，不是用蛮力。你看棍子手腕一转，让这个小指头啊顶着上面，然后呢身体你看往上一立，这个时候呢棍子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向上的力，然后往回1，你看我的腰部动作，2，刮的是非常的渗透，3、4、5。这里呢，很多人啊都是堵着的，所以很多人啊做完了以后会反馈啊，这个大腿的这个后侧啊，包括里面啊，有些朋友啊会出痧啊。其实痧呢，我们说啊叫离经之血，这个出痧以后啊，代表着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给排出体外了。所以呢，出痧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我们就这样啊，你看，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左右。好，我们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呢，不急着做另一条腿啊，活动一下腿，你会发现啊，这个腿和腰啊，就这一侧的腿和腰啊，更加轻松了。我们再做另一侧啊，这个动作非常好，大家看啊，腿往上一敲，然后呢，这个角度一定要注意啊，角度小于90度，腿往回。好，用这个小球啊往斜上方一顶，顶着上面以后呢，你看，摩擦啊，20下到30下左右，微微发热。然后手你看换一个姿势啊，然后来1，看我的腰部，2，完全打开，3、4、5、6，把大腿的后侧全部疏通。好，就这一套动作可以让我们的腰部、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更好。这一套动作希望大家坚持去做啊，坚持去做上一个15天到半个月，你会发现身体的一个变化之处。同时呢，这把经络棍也有很多种用法，不仅仅是针对腰，还有针对我们的肚子的，针对我们的肩膀的。我会后面啊一一出教程教给大家这个经络棍怎么把它的价值啊发挥到最大。最后啊，感谢大家的观看，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咱们的小腿啊一定要养护好。很多人都听说过啊，说小腿啊是我们身体上面的第2颗心脏，同时呢，小腿也是我们心脏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反射区。为什么小腿啊如此重要呢？因为咱们要知道啊，在身体上面的循环代谢都是靠着心脏的一个泵血。那么小腿啊位于我们人体的一个末梢，它非常的远，所以呢，当我们的小腿如果堵了以后，心脏它就得加压。
啊，加快一个泵血，才能让我们的小腿的经络再往上流。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经络畅通的话，那么心脏的压力啊将会减少非常的多。所以呢，小腿才被誉为第二颗心脏。只有把我们的小腿啊给它养护好，那么我们心脏它的压力啊就会小上非常的多。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养护咱们小腿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养好小腿，护好心脏，让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强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啊专门为了疏通我们身上经络而打造，再加备上2把，不仅可以疏通我们身上的经络，更能够健身养生，让自己的身体啊变得更好。首先，咱们来讲第一个动作，想要心脏变好，小腿的养护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小腿重要的就是在拍和打，要把这个里面的经络给它拍通。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选择抬腿击打小腿腹部啊，就这样3下啊。咱们的拍子啊是很有弹性的，所以做起来的时候非常轻松，只需要把小腿啊微微抬起啊，从底下大家看，从底下绕过去，分别击打在我们的小腿的外侧和内侧啊，两侧这样一起打，大家看啊，听这个声音啊，非常的舒服啊，就这样。你每拍一下，每打一下，都是在帮助你心脏减轻一份压力，而且呢，通过这个动作，更好的加快我们身上的气血循环。我们一般左右脚啊算1次，每天做上一个50次。做完以后，很多朋友都会反馈啊，额头上面、后背上面都会微微出汗，而且很多朋友做完以后会反馈手上和脚底啊都会发热，非常的舒服。这是第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呢，咱们来看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更简单啊。我们身上弯腰，把拍子啊放在我们的小腿处，你看2个拍子各对着我们的小腿啊，看好这样一个姿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脚啊，你看来回的踮脚啊，来回的踮脚，在这个一静一动之间，我们挥打着我们的拍子，去击打我们的小腿。看到没有？从侧面看一下啊，整个过程啊是非常的舒服啊。不同的角度啊，都给大家演示一下。动作啊做的是非常的轻松，我们只需要弯腰，把这个拍子对着我们的小腿，来回进行拍打就行了。一般我们进行1分钟为1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5组就可以了。然后第3个动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今天啊是毫无保留全部教给大家。这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的身体啊微微的跨一个步啊，跨个步出来，然后用这个拍子，你看从下到上啊。一起连着我们的大腿后侧一起放松，这些地方啊是非常重要的点，而且呢，很多人啊，他这个腿部后面啊，因为他这个用手啊去拍不好拍，所以呢，很少有人啊去养护。但是咱们不一样，用到这个拍子以后，你看从下啊往上，两侧一起拍，侧面看一下啊。啊，非常舒服的，就把我们的整个后面啊全部放松。这个拍子的用法非常的多啊，我在合集里面也教过大家，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左腿做完，右腿也是一样的，你看拍子，慢慢的去做，从下到上，我们一般来说从下到上做个10次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最后啊，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咱们选择拍子的时候啊，一般是推荐大家选择2把。为什么呢？1把拍子啊，它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没有办法发挥这个拍子的最大的一个性价比。而2把拍子不一样，它可以编排出更多的动作，玩的更多的花样。不仅啊是通络，还能够健身，在运动的时候把经络给通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得非常舒畅。我的合集当中有很多使用拍子的方法，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肥最有效率的一套动作，终于被我发现了。52岁的大妈通过这一套动作，1个月体重就掉了14斤。可以说这一套动作啊，彻底的将她从肥胖当中啊解脱出来。那么据大妈自己所说啊，她原来体重是160啊，身高也是1.6米，所以呢，她就是一个正方形的身材。因为啊体重过重，导致了自己啊膝盖长期受压力，膝盖磨损严重，很多动作啊她做不了。而且呢，因为肥胖啊，导致了她的三高啊一直是居高不下。医生就建议她呢一定要去减肥。她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啊，最后啊都以失败告终。
偶然之间啊，获得了这套方法是一个高人教给他的，就告诉他用经络去减肥，打开身体上的经络啊，配合一些适当的运动，就能够提高整体的一个代谢，让自己的身体啊无时无刻的都在燃烧我们的内部脂肪，让身体啊变瘦。这套动作啊，大妈刚开始啊还将信将疑，后来尝试着练习了几天，发现自己的体重居然真的往下去掉了啊！就这样坚持了下来，1个月体重掉了14斤。这个动作我现在教给大家，非常的好，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啊跟着练，每天练习啊5分钟左右，你也可以让你的体重啊瘦下来。现在我们来开始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让身体不再堵，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强壮。这2把经络拍啊，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首先第一个动作啊，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4个去湿口，分别掌管我们上肢和下肢的一个代谢总开关。我们先从下面开始来讲啊，下面的去湿口啊，就是咱们的腹股沟啊，腿一折，你看这里有一条沟，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把腿分开，同时呢要记住啊，把我们的脚啊往外打开，做一个外八字，把我们的胯部往前顶啊。把我们的这个腹股沟啊完全的暴露出来。如果你啊这个站着啊，同时啊有点豁腰，这个去湿口啊就被关着了啊，你打不到它。一定要按照这个姿势啊，把去湿口完全打开。用这个拍子，大家看啊，你看1、2、3、4、5、6、7、8啊，就这样去拍，非常的轻松。大家可以听这个击打的声音啊，它这个声音啊是非常的闷，非常的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因为咱们用拍子在拍的时候啊，是打肉不打皮。这个打肉不打皮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渗透的到我们的一些经络当中，可以把里面一些堵着的地方完全打通，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啊，他用手去拍，发现这个手拍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手拍起来，大家听这个声音啊，是打皮不打肉，它只能打到一个皮表，力量很难渗透下去。我们就这样每天啊去拍上一个100下左右啊，把我们的这个下面的去湿口啊打开。打开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啊，我们下肢的气血循环变好了，脚底啊会发热。好了，我们下面的讲完了以后，就是上面的去湿口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腋下。很多人啊平常喜欢留意观察，就会发现什么呢？咱们的腋下是最容易出汗的地方啊。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腋下就出汗，这个衣服都潮了。这个腋下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去湿口。我们打开这个去湿口也非常简单啊，只要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抬起来，把手臂抬起来了，这时候腋下就完全的暴露出来了。那我们去做的时候也很简单啊，手臂抬起来，你看1、2、3、4、5、6、7、8、9、10、11、12、13、14啊。做的时候呢，根本不需要费力。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啊，它有很好的一个韧性，所以呢，咱们就这样啊。轻轻松松啊，就把我们的这个腋下的去湿口打开。一般来说，我们做上一个啊，左右算1次啊，做上一个50次，就这样。最好做的时候呢，咱们加一些什么呢？就是身体的一个摆动。大家看，1、2、3、4、5、6啊，身体的摆动，就这样啊。我们上面下面2个去湿口打开，我们的湿气啊先排出体外。很多人啊都知道一句话，叫做10人9湿。大多数的人啊肥胖，其实啊湿气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祸根。好了，去湿口打开了以后，第2步就是打开我们的一个带脉啊。这个带脉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减肥的总开关，没错。带脉怎么打开呢？其实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肚脐这条线啊，肚脐这条线，记住拍子放肚脐这条线，然后进行一个啊旋转的挥打。大家看啊，你看肚子往这儿啊，把这个线暴露出来，1、2、3、4、5、6、7、8、9、10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很多朋友观察比较细心啊，就发现了啊，这个动作不仅仅啊是把我们的肚子啊这个带脉给打开，同时啊，你看。来回左右的一个晃动，练习到哪里呢？就是我们腹部最深层的肌肉。通过这个动作啊，可以快速的减少我们肚子上面的赘肉啊。所以很多朋友啊，在做完的时候会发现肚子里面啊像火烧着一样的发热。为什么呢？因为深层的这些肌肉啊给激活了，代谢的开关给打开。我们就这样每天去做上一个100下左右。做的时候啊，最好是配合着这个呼吸，大家可以听我这个声音啊。
啊，反复这样的呼吸，这种呼吸啊，配合这个动作是可以更好的、更效率的打开我们带脉的这条开关。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把我们的经络和运动啊结合在一起。这个动作我放在最后，那大家一定要是把前面的动作做完了以后再做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我们啊箭步蹲，初始的姿势啊。一个拍子啊放在我们小腿的中间，一个拍子放在我们大腿的中间啊，就这样，把这个动作先看好。好，我们箭步蹲啊，你看，用腰腹的力量、腿部的力量，直接把拍子，你看转过来啊，到哪里呢？到另一个腿，拍打2下，来，1、2、3、4、5、6、7、8、9、10。我们现在啊从侧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拍子这样放，看来。1、2、3、4、5、6、7、8、9、10啊，就这样。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似运动的状态，同时呢，再加上我们这个伸展啊，把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气血循环啊给它拉开来。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你看啊，左右啊，就这样为一次，然后呢，每天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啊，大概每天耗费的时间5到8分钟左右，你就能让你的身体的一个代谢之门啊打开。你每天这样去练，不仅经络打开了，人变瘦了，湿气没了，同时啊，这样去练以后还能强壮我们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啊越来越精神，越来越轻松。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视频的最后啊还要分享给大家，咱们准备拍子的时候一定要准备2把啊，不要准备1把。1把拍子啊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它编排不出动作。2把拍子啊才能编排出更多的动作，从而帮你发挥这个拍子最大的价值，让我们的身体啊通过这个运动，通过疏通经络，打开开关，让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以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了，不是这里啊难受，就是那里去疼，而且啊总是感觉身体上面发虚，浑身啊没有劲。但是呢，这些问题啊，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也没有很好的缓解，怎么办呢？今天啊，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让我们身上的气血循环啊变得更好。气血循环好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更多的气血啊，能够帮助你代谢走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杂质。同时呢，这个动作还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肾气啊，让我们的肾气变足，精气神啊变得更好。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你只要能做上一个，你就知道这个动作它其中的含金量啊有多足。我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双腿啊微微分开啊，比我们的肩膀要宽一些。脚尖呢，你看我的脚尖啊是指向正前方的。双手啊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握固啊就这样握好，放在我们的一个腹股沟处啊，然后手臂啊尽可能的伸直。伸直了以后呢，膝盖微微弯曲，看好啊。我们先不做踮脚，因为这个动作它有个踮脚的动作。我们先把手啊，你看平行的画一圈啊。这个画它是有讲究的啊，这个画圈它一定是什么呢？你看整个做的时候啊，它是贴着我的胸口去绕了一个圈啊，手这样平摆着去绕了一个圈，而不是说很多人画的时候，你看这个手的夹角它就画到前面了。你看手并不是围绕我们的胸口，我们做的时候手尽可能是贴着我们的胸膛，贴着这个平面去绕啊，你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动作的精髓给掌握到。好，我们来做啊，你看来。手绷直，身上绷着劲，小腹收紧。来1，好，尽量贴着我们的胸口。好，来2，做的时候手臂尽量伸直啊。为什么要用尽量呢？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在某一个阶段啊，这个手臂啊会有一些弯曲，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是尽可能的让手臂伸直，来回的这样绕啊，先这样去做。你大约做上一个5个左右，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啊！活动一下后背，发现这个后背啊完全被打开了，而且后背有的朋友还会微微的发热啊，很舒服。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并不是一个完全体，完全体是什么呢？配合着脚啊，小腹收紧，你看来踮脚，好下，2，上去吸气，下来吐气，上去吸气，下来吐气。好，就这样去做，啊，把这个动作给做好，啊，
你坚持去做上一个10个左右啊，再活动一下你的腿部和腰部，你会发现加上踮脚这个动作，你的腿部和腰部也被打开了啊。这个动作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先做踮脚，因为它加上踮脚以后，对你的关节的稳定性啊，它要求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先单纯的这样练，然后慢慢的尝试着啊踮脚。小幅度的去做，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个动作的完全性啊，再给它一步一步的加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动作。整个动作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但是需要大家坚持去练习。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一波。感觉视频内容好的，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啊你经常感觉自己的肾气不足，阳刚之气啊不够，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一定要好好看。我教给你啊一套非常好的动作，这套动作啊，很多人反馈说啊，做完以后啊，反应就来了，而且啊，自己明显能感觉到啊，坚持做了一段时间，肾气啊是越来越足，身体啊也是越来越强壮。那么现在呢，我来把这个动作内容教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啊，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手机啊，打开视频就跟着去练。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啊，这个动作啊有2个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个点啊，就在于我们后背的这个肾腧啊，肾腧啊，对于我们很多的男同志来说啊，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点怎么去打开呢？我们要轻轻的给它撞击，撞击99下。但是啊，它在于我们后面很多人啊，平常喜欢去捶打，但是啊，这个力度啊，其实是非常弱的。我们要去做，一定要用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手腕去给它撞击。有些朋友就说，手腕怎么去触碰这个点呢？非常简单。把手你看靠后，然后呢，整个人啊踮起脚啊，一定要把脚啊踮起来，然后来1，然后落下，2，落下，3、4、5、6、7、8啊，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来1、2、3、4、5。它这个撞击的这个力度啊，和我们手啊去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的力量打击更渗透啊，可以说是打肉不打皮啊，不像我们的捶小拳头啊去捶的话，它是打皮不打肉，它力量渗透不到里面去，渗透不到里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充分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肾阳之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手腕啊，大家注意看啊，你看来1、2，可以这样去练习一下这个撞击的感受。再把这个感受啊带入到我们这个动作当中，踮脚1啊，踮脚伸手2、3、4，好了，第一个动作啊就教到这里。这个动作啊一定要每天做99下。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在于我们的一个八髎，我手指的这块区域。这块区域怎么找呢？我们把手啊放在我们的腰部，自然下滑啊，下滑摸到一个沟啊，然后呢，同时在于我们的屁股中间啊，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要上下的给它搓动，把它搓热了。同时，另一只手啊，在于我们的小腹，就是我们的肚脐下方啊，在这里横着搓，一个是上下搓，一个是左右搓。这2个动作啊，千万不能单个做，一定要是一起去做，才能激发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啊！来，你看，大家看。如果你做的时候感觉不强烈啊，你就把这个什么呢，腿弯一些啊，然后骨盆做一个啊后倾往前去顶，然后去做。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做的时候速度一定要稍微快一些，一定要摩擦出这个热量啊，渗透到我们的一个深层。去数一个200下。好，我们的后面看一下。可以大家配合呼吸啊，就是吐气，吸口气，继续小口吐气，快速的把这个动作做完。你会发现没一会儿，它这个热量啊就已经渗透到里面了。做完以后啊，感觉这个小腹包括我们的后腰之处啊都发热。这个热量和普通的热不一样，它是由内而外的散发一种热量。这个热是在里面深层的热，为什么会有这种热感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把我们重要的一些气血通道啊给它打开了。这些通道一旦打开，那么你的肾阳之气啊，其实会变得更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
两个动作一定要是结合在一起做。咱们做完第一个动作以后，就紧接着就要做这第二个动作。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感觉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记得啊没关注的关注我一波，因为在我这里啊你能看到很多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后背是否会经常出现僵硬酸胀？比如说我们弯着腰啊去做一会儿事啊，一抬起来就感觉这个后背啊特别的难直，而且里面啊酸溜溜的，特别的难受。用手啊去摸着自己的后背，发现这个背部啊皮肤啊会发凉，或者呢背后啊就是摸起来手上总是能摸到这些比较粗大的一些筋结，这其实啊都是在提示你的后背的经络，包括里面的一些筋啊需要给它去松软了。只有把我们后背里面的经络去疏通，让我们里面的筋骨啊变得更加柔软，里面的气血啊才能够流通，把不好的杂质啊给它代谢走。这样的话，你的后背啊才能变得又挺拔又舒服，恢复原来的活力。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来自于道家的一个绝活，叫做敲天鼓。为什么叫做敲天鼓呢？就是说我们在敲着空气啊，但是仿佛啊就像在敲打在我们背部一样，所以呢叫敲天鼓。经常练一练这个敲天鼓，就能够很好的疏通我们的后背，让我们的后背啊变得既挺拔，而且呢很有韧性。好了，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啊一划走啊以后想再看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我们现在啊来开始讲动作。咱们说敲天鼓这个动作啊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个动作啊。我们无论是站姿还是坐姿啊都可以，但是有一个要点啊，就是我们的上身体啊要挺拔，小腹啊微微往内收。把这个要素做好以后，我们现在啊把手抬起来啊，手呢略微啊高过我们的这个头顶啊1拳，就这样啊，在这条线上面去活动。比如说这是我的头顶，这是我的拳头啊，往上走1拳，我们手啊在这个线上面进行活动。好，手打开，手肘啊完全打开，然后呢沿着我们的耳朵这个方向啊，你看来回的进行一个敲动，就这样。大家在做的时候，大致找到这个点以后，可以把手进行什么呢？微微的向外，微微的向内啊，去进行一个来回的一个移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微动的时候啊，你才能找到你身上后背处啊一些不通的地方。那么这些不通的地方表现为就是我们一敲啊，手你看来回的一抖。啊，就明显的感觉这个后背上面有一些被捶动的感觉啊。虽然我们没有捶在自己的后背上面，但是呢，这个每一下力度啊，都感觉我们的后背啊在被打通一样啊。我们就这样来回的做，头微微往上看，从侧面看一下啊，保持30秒钟左右，就这样手来回的敲啊。动作是非常的舒服，每天去做上一个3到5组的练习，每组30秒钟啊。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你的后背，你会感觉你的后背啊是一阵松软，而且呢，坚持做一做，你会连续的感觉自己的胸口啊也被打开了。哎，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呢，他这个胸口啊经常就窝着啊，所以呢，你经常做一做，还可以有助于打开我们的一个胸，强化我们的背部，把我们的背部经络给疏通开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做的动作，因为它简单、便捷、易行，而且呢，你自己在家里面也能轻易的做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在这里啊，大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最好用、最实用的养生锻炼的小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朋友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啊，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和年轻的时候没办法比了。年轻的时候啊，心脏功能强大，泵血能力足，自己的代谢非常的好。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心脏上面有些朋友有些小问题，有些朋友呢就感觉泵血能力啊不足了，全身的气血循环代谢啊也变得不足了，怎么办呢？在这里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你只要每天做上5分钟，就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心脏啊，去疏通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并且呢，心脏的功能也会随着你每天的锻炼啊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这个动作啊风靡日本，很多日本的长寿老人最喜欢的就是今天教大家的这个动作。通过这个动作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啊，让身体更加的强壮，让自己的心脏泵血能力啊变得更好。好了，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记得打上有用2个字。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叫做超慢跑，它是一个养生养心、锻炼心脏的好动作。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做。那么超慢跑类似于什么呢？啊，就相当于我们小步慢走啊。你看，大家看，就这样去走路。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点啊要值得注意啊。很多人啊只是看了这个形去学了，但是它里面的一些内核关键点他没学会。首先我们在做的时候啊，就是模仿我们的一个走路，你看这样去走，但是注意看我的脚尖。脚尖是要点地的，同时呢，脚尖点地的时候，我们的指头一定要踩着地面，也就是说，用我们的脚趾头要压着，你要感觉脚趾头发力。我们每做一下，我们的脚趾头都要往地上狠狠的这样抠一下啊，让我们的脚趾头有发力、有参与感。同时做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啊要往内收啊，就这样去做，很简单，非常的简单。慢慢做了以后呢，我们尝试着小腹内收，头往上看。同时，我们的肩膀啊打开，双手摆动起来，把速度微微的加快。这个动作啊，因为它是原地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它既能运动，同时对于我们的膝关节啊，对于我们的踝关节啊，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啊，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啊，我们就这样做，每天在家3到5分钟啊，速度啊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调节。有的朋友啊身体比较好，那么他的速度啊就可以稍微快一些。啊，有的朋友啊感觉身体弱些，那我们呢就稍微做慢一些，配合呼吸，可以一边看着电视啊一边做，啊，就这样去做。我们做完以后啊，小腿上面啊，整个小腿上面一定要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并且你的小腿深层也要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这个感觉啊，说明着你的脚趾在你的整个运动当中它是有参与的。如果说你光是这样去动啊，我们的脚趾不发力，光是这样去动，看起来大家做起来都一样。但是你的身体反馈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追求啊，就是说做的时候脚趾一定要有一种狠狠的往地上抠的感觉。好了，今天这个超慢跑的动作啊，我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看完以后啊，感觉好的一定要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呢，这个动作也是我见过最简单、对身体最好的一个养生动作。希望大家在家啊，可以日常坚持的去做。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自己身体上面的气血循环比较差，经络不通，浑身上下没什么劲，那么今天啊，我教给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你只需要练习3分钟左右，你会发现啊，身上的经络完全打开了，气血涌动，而且你的代谢能力啊会变得更好。做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都会有一种非常通透的感觉。而且呢，你只要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啊，逐渐的就会变得强壮起来，也不像原来啊那么虚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现在呢，我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认真注意看好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咱们这个动作并不难，我给大家一边演示一边说。首先，我们采取一个箭步蹲的一个姿势。那么箭步蹲的姿势呢，我们的身体啊压在我们的后腿，一般我们采用的是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啊，身体压在我们的右腿上。你看腿部形成这样一个姿势，这个姿势是什么呢？大家注意看啊，这个动作非常重要，一会儿后面讲。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往后压啊，所有的力量压在我们的右后腿上，然后我们的腹部收紧，把我们的手打开。像这样啊，像这样打开，啊，胸廓完全的打开，手呢往后啊，这个手掌是这样的张开啊，你看，张开，像什么呢？像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弓啊，你看，然后瞬间弹出去，把手抓出去啊，就这个动作就非常简单，我给大家来完全演示一下，你看啊，来，配合呼吸。出去吐气啊，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里面的细节，包括我们要掌握的呼吸啊，它非常的重要啊。你看这个动作为什么说它好？它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经络，助我们的一个气血运行啊。首先，这个动作啊，它是什么呢？你看腿部它像一个什么弹簧一样，把我们的身体啊瞬间蹬出去啊。这个时候练习到哪里呢？练习到我们的大腿，人往后仰的时候，拉伸了我们前面的经络。手，你看这样瞬间甩出去的时候，又助了我们的一个气血运行。所以呢，一个动作，你从它的一个连环表现就能看出这个动作的一个含金量。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你只要练习个2分钟到3分钟，你会发现啊，浑身啊大汗淋漓，有一种通透的感觉啊，非常的好。我们再讲解一下啊，这个动作有些细节，大家一定要反复多看。我们身体往后压。手要完全的打开，这个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你的前侧啊非常的紧绷，绷得非常紧，整个手臂呢也绷得非常的紧，
然后蓄势待发，瞬间打出去啊！你看，来1，往前的时候这个手啊要握拳，你看握拳啊，来2、3、4、5啊。每一下就是一下啊，千万不要为了做快而把这个动作做的畸变了啊，变形了。我们把这个动作的细节掌握好，然后每天去进行一个2到3分钟的训练。练完以后，你就会感觉浑身啊非常的舒服，经络打开了啊，身上气血运行啊变得更好。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值得大家去收藏。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看到这里以后啊，没有关注的啊，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因为在这里呢，大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很多人没有见过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养生小动作。这些动作啊，能之后真正意义上帮你改善你的一个身体。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打开身体上面的经络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人如果身上的经络不通，身体上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不是这里不舒服啊，就是那里难受。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经络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不一般，通过简简单单的一个站姿，就能引导着我们的经络啊，慢慢的变得通畅。只要你每天跟着视频啊去练习一个3分钟到5分钟，你做完以后就能体验到这种经络通畅的感觉。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打通全身经络的好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做完，感觉好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把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啊找不到就麻烦了。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并不难，但是它的细节要求非常多。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站姿。站姿先从脚上开始讲啊，脚后跟相对，双脚向外打开，从上往下看，我们脚的一个夹角啊，大约在45度。好，保持住这个姿势以后呢，开始把我们的大腿啊用力的绷紧。什么叫用力的绷紧呢？就是这个手啊去按下我们的大腿外侧。你绷紧的时候啊，摸进去啊是硬邦邦的啊。如果说我放松的话，那摸进去啊就是软绵绵的啊，一定要感觉硬邦邦的。大腿绷紧，臀部收紧，臀部往内夹，臀部你要摸进去也是硬邦邦的啊。这2个地方非常重要啊，始终保持一个力的绷紧，然后最后呢，把我们的小腹啊往内收，胸口挺起来。好，形成了这个姿势以后呢，我们就保持着这个劲。这个劲啊，千万不要松啊！然后把我们的手，你看，一个手呢，我们手掌朝天向上；一个手呢是手掌朝着地面向下啊。然后我们开始进行什么呢？一个手向上推，一个手向下推啊，把我们的这个筋啊给它拉开来。好，你看，来吸气，保持住，吐气，开始推。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上面的手啊使劲的向上撑，下面的手呢使劲向下推，你要有一种啊被牵扯开来的感觉。同时呢，我们之前讲到我们腿部的这个力量啊，千万不能松，你不能说上面一用劲啊，这个力量、腹部的力量，包括我们腿部的力量全部都松下来了，那就不对了啊。我们再来一次，你看啊，来，走，把姿势先摆好，来吸，吐，发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在指向天的时候，我的手啊是一直折起来的啊，这个手掌啊是往前折着的啊，手掌朝天，另一个是手掌朝地啊，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五指并拢。好，然后呢，我们做完2到3个以后，我们开始换姿势，换姿势也一样的，就是换一个手往上，在另一个手呢朝下啊，把姿势换过来做，腿部和腹部啊都是要绷紧的啊，这个力度是不变的。来，吸气，吐。吐气的时候发力，好，来吸气的时候稍微回一些，吐，好，来吸，吐，好，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大家看起来我做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动作的诀窍以后啊，你做起来就会发现这个动作啊并不简单，因为我们啊。包括我们的腿部、臀部还有腹部啊，都是持续的向内发力，它是一种静态的发力啊，你必须要坐着才能感受出来啊。然后同时呢，手呢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也是在发力。也就是说，一个动作让我们的身体上面的每一块肌肉啊都在用力。
就这样每天练习2到3分钟，就能够让你的经络全部打通。那么视频的最后我建议大家，咱们左右2个手是交替做的，每个手做2到3个呼吸，一共交替去做上一个5次左右，耗时大概3分钟到5分钟。这样的话，你每天跟着练，身上的经络就会慢慢的打开，经络通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壮。我是大为，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在我这里你能学会更多的养生小技巧，谢谢大家。